人间的路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步步皆是故事。香菱用故事和您一起开心看世界。从前有一户农家养了一对金鱼，农家夫妇、孩子都非常喜欢那两只金鱼。一家人在景色优美的农场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但好景不长，这个国家发生了战争，眼看敌军越打越近，不逃到别的地方避难不行了。这家人匆匆收拾家当，跳上马车。一家人已经离开家一段不小的距离，小男孩却突然想到，糟了，我们忘了那两只金鱼。爸爸妈妈听小男孩这么一说，父亲犹豫地说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折回去了。妈妈也附和说，是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是个未知数，万一鱼缸里的水干了，那可就糟了。父亲想了一会儿说，好吧，将马车掉头，决定回家救那两只金鱼。远处已经传来隆隆的炮火声，一家人小心翼翼将两只金鱼放到住家后院的水塘里。小男孩轻轻地对他们说了一声保重，一家人才连忙离开农场。战争持续了1年才结束，这家人终于可以回到让他们朝思暮想的故乡。但是真正回到了家，他们却愣住了。过去苍翠的田野、蓊郁的森林都不见了，只有被炮火侵袭过的一片荒芜。他们的房子也坏了大半，一家人合力修好房子，却忍不住发愁起来。田地都被战火烧毁了，想要恢复，必须花上好长一段时间。一家人该怎么生活呢？就在此时，小男孩突然发现池塘里有好多亮晶晶的小光点。靠近一看，这才发现池塘里竟然有好多金鱼，都是最初那一对金鱼的后代。于是这家人就靠着把金鱼卖到城市里，当作人们的宠物，一起度过了这次的危机。美国文学家亨利·戴维·梭罗说过一句话，善心是从不失败的投资。为别人开一扇门，别人会为你留一扇窗。以善心对待万物，其实是以善心对待自己。留条路给别人走，其实也是为自己结善缘，为自己日后困苦时留条路。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城，有一座著名的沃道夫·艾斯特利亚饭店。这家饭店的第一任总经理乔治·伯特先生，原先只是一家旅馆的普通服务生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以自己的善心结下了善缘，善缘又使他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命运。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，乔治·伯特在一家旅馆的柜台里值班，有一对老年夫妇走进大厅，要求订房。乔治·伯特告诉他们，这家旅馆已经被参加会议的团体包下来了，而且附近的旅馆也已经客满。但是当时他看到了老夫妇焦急无助的样子时，又真诚地对他们说，先生太太，这么晚了，我实在不愿看到你们离开这里却又投诉无门的处境。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在我的休息室里住一晚，那里虽然不是豪华的套房，却十分干净。这对老夫妇经过考虑之后，接受了伯特的好意。第二天，当这对老夫妇提出要付钱给伯特时，他却坚决不接受。
他真诚地对老夫妇说：“我的房间是免费借给你们住的。昨天晚上我已经额外的在这儿赚了钟点费，房间的费用本来就包含在里面了。”老先生临走时温和地告诉伯特说：“你这样的员工是每一个老板梦寐以求的。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你盖一座新的旅馆。”伯特当时以为这位老先生是在开玩笑，他只是礼貌地笑了笑作为回答，不久就淡忘了这件事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伯特还在那家旅馆里上班做服务生。突然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老先生的来信，邀请他到曼哈顿去，并附上了启程的飞机票。当他赶到曼哈顿时，在第5大道和34街的一栋豪华的建筑物前，他见到了老先生。老先生看着惊讶的伯特，微笑着解释说：“我的名字叫威廉·沃道夫·艾斯特，这就是我为你盖的饭店。我认为你是管理这家饭店的最佳人选。”于是，乔治·伯特成为这家饭店的第一任总经理。他不负厚望，在短短的几年里，将饭店管理得井井有条，驰名全美国。俗话说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少一个敌人少一堵墙。美好的善行往往就像一颗种子，总是在我们遗忘的时候悄悄地成长茁壮。因此，不要小看自己任何水手之劳的善举。好朋友，您觉得呢？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期待下次再见。如果你也喜欢香菱今天分享的故事，按赞是一种鼓励，订阅是一种喜悦，分享是一种快乐。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对相关主题感兴趣的亲朋好友。谢谢您，有您真好。什么按自 C。